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科普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无数中老年朋友，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深感困扰，却又常常无可奈何的话题——睡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年轻的时候，头一沾枕头就睡着，雷打不动，能睡到大天亮。可是过了60岁，甚至有的人过了50岁，睡眠就变得越来越浅。最折磨人的是，经常在凌晨3点、4点，甚至2点钟就准时醒来。醒来之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从漆黑一片变成蒙蒙亮。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觉少了，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有人觉得这就是单纯的失眠，吃点安眠药就行了。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医生直言，凌晨频繁早醒可能根本不是简单的失眠，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这背后往往暗示着5大潜在的严重疾病，千万别忽视。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凌晨早醒的困扰，请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完。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不仅会为大家深度剖析这些疾病信号，还会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不吃药就能改善睡眠的小妙招。新关注我们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分享的健康干货了。有同样早醒经历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评论区打个1，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正在受这个罪的折磨。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种痛苦，我先给大家讲几个我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真实案例，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第一位是老张，今年62岁，刚退休2年。老张以前在单位是个大忙人，每天累得倒头就睡。他原本以为退休后终于可以好好享受慢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结果呢，他现在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每天凌晨3点半，他就像上了闹钟一样，准时睁开眼睛。醒来后，心跳得有点快，脑子里开始不受控制地想事情。今天买菜要买什么？儿子的房贷还清了没有？自己的体检报告是不是有问题？他越想越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老伴被他吵醒了，两人为此没少吵架。老张白天头晕脑胀，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他常常叹气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劳碌命，享不了清福啊。第二位是王阿姨，65岁，平时帮着女儿带外孙。王阿姨的早醒伴随着一种强烈的心慌和焦虑。她经常在凌晨2点多醒来，醒来后就觉得心里发空，总担心家里的煤气没关好，大门没反锁，甚至担心女儿下班路上出车祸。她必须得起床去检查一遍煤气和门锁，然后再躺下，但这时候已经完全睡不着了。这种长期的睡眠剥夺让王阿姨的免疫力直线下降，动不动就感冒，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第三位是刘大爷，68岁。刘大爷的早醒是因为憋不住，他一晚上要起夜4-5次，每次起夜回来睡意就全没了。他试过睡前少喝水，但半夜还是会被尿意憋醒。长期的睡眠碎片化让刘大爷白天总是打瞌睡，有一次甚至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睡着了，差点摔进沟里。大家看，老张的胡思乱想，王阿姨的心慌焦虑，刘大爷的频繁起夜，这些都是凌晨早醒的典型表现。很多中老年朋友和他们一样，在深夜里独自煎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没用了。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负担，睡眠变差并不是因为你老了不中用了，而是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深入探讨疾病之前，我们先来排查一下导致凌晨早醒的那些非疾病的基础原因。很多时候，只要我们调整了这些基础因素，睡眠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首先，我们要承认生理老化的客观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会显著减少。褪黑素是什么？它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睡眠开关。年轻时褪黑素分泌旺盛，睡眠开关一按，我们就进入深度睡眠。老了以后，这个开关接触不良了，我们的睡眠结构就会发生改变，深度睡眠的时间大幅减少，浅睡眠的时间增加。
这就好比我们的手机电池老化了，虽然显示充满了电，但其实电量很虚，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比如一点轻微的声音，一丝光线，甚至一个翻身，就会让我们从浅睡眠中彻底醒来。其次是环境因素，老年人对环境的敏感度其实比年轻人更高。卧室的温度太冷或太热，窗外的路灯太亮，马路上的汽车噪音，甚至是伴侣打呼噜的声音，都可能成为唤醒你的闹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生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和认知误区。这里我要重点给大家辟几个谣。误区一，喝点酒能助眠。很多大爷喜欢睡前喝2两白酒，觉得微醺状态下好入睡。大家记住，酒精确实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它能让你快速昏睡，但这叫麻醉，不叫睡眠。当酒精在体内代谢到后半夜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效应，导致交感神经异常兴奋。这时候你就会心跳加速、出汗、多梦，然后在凌晨3、4点猛然惊醒，而且醒后极难再次入睡。所以喝酒不仅不能助眠，反而是早醒的罪魁祸首。误区二，白天没睡好，白天拼命补觉，很多老人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上午就坐在沙发上打盹，一睡就是1、2个小时。朋友们，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睡眠驱动力的机制，就像是一个蓄水池。你白天睡得越多，蓄水池里的睡眠压力就被释放得越多。到了晚上，你的睡眠驱动力不够了，自然就睡不着，睡得浅，容易早醒。白天补觉其实是在透支晚上的睡眠。误区三，睡前玩手机、看平板，屏幕发出的蓝光会直接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你的眼睛看着屏幕，大脑就会误以为现在还是白天，不能睡。误区四，心理情绪的过度放大，很多老人在半夜醒来，一看表，哎呀，才3点，我怎么又醒了？明天肯定没精神。这种恐慌和焦虑会瞬间让身体释放大量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些压力激素会让你的大脑瞬间清醒，彻底断送你再次入睡的可能。好，排查完了这些基础原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核心干货部分。如果你的作息很规律，环境也很好，也不喝酒不熬夜，但依然每天凌晨3、4点准时醒来，那么请你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可能是以下5大潜在疾病在作祟。第一大疾病，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状腺是我们脖子前方的一个蝴蝶状腺体，它是身体的发动机，负责调节全身的新陈代谢。当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时，睡眠周期就会被打乱。如果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身体这台发动机就转速过快，导致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这类人群不仅容易早醒，还常常伴有心慌、手抖、怕热、多汗、脾气暴躁等症状。如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甲减，虽然人会感觉疲惫、嗜睡，但甲减极易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导致夜间缺氧而频繁憋醒。有数据显示，甲减患者早醒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出 35%。 所以如果你早醒且伴有心律异常或极度疲乏，建议去医院抽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第二大疾病，前列腺增生与泌尿系统问题，这在60岁以上的男性中非常普遍。前列腺就像是一个包绕在尿道根部的粒子，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粒子会不断变大，压迫尿道，这就会导致尿频、尿急、排尿不尽。最要命的是夜尿增多，就像前面提到的刘大爷，一晚上起夜4、5次。大家不要以为起夜只是打断了睡眠，每次起夜你的身体都要经历一次从睡眠到清醒的完整切换，体温、心率、血压都要重新调整。这种严重的睡眠碎片化会让你的大脑根本无法进入深度修复阶段。对于女性来说，膀胱过度活动症或绝经后的泌尿系统萎缩也会导致类似的夜尿频多和早醒问题。第三大疾病，胃食管反流病。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胃病就是胃痛、胃胀，怎么会和早醒扯上关系呢？大家想一想，当我们平躺睡觉时，胃和食管处于同一个水平线。如果食管下端的阀门，食管下括约肌松弛了，胃里的胃酸和未消化的食物就会倒流进食管，夜间迷走神经兴奋，胃酸分泌增加，反流会更严重。
胃酸是强酸，它会灼烧食管黏膜，引起胸骨后的烧灼感，也就是烧心。更隐蔽的是，有些微量的反流物会刺激咽喉，诱发呛咳。你可能在睡梦中突然咳嗽几声，或者觉得胸口闷痛，大脑为了保护你不被呛死，就会把你唤醒。这种早醒往往伴随着口干、口苦、嗓子有异物感。第4大疾病，慢性肺部疾病与睡眠呼吸暂停。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肺部的通气功能本身就差。在夜间睡眠状态下，人的呼吸中枢敏感度会下降，呼吸变浅变慢，这就导致血液中的氧气浓度下降，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当大脑检测到身体缺氧时，就会拉响警报，强行把你憋醒，让你大口喘气。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就是严重的打呼噜。这类人群在睡眠时，气道会发生塌陷、阻塞，呼吸暂停几十秒甚至1分钟，大脑严重缺氧，就会通过微觉醒来恢复呼吸。一晚上可能发生上百次微觉醒，虽然你自己不记得，但你的睡眠结构已经被彻底摧毁，导致凌晨极易彻底醒来，且白天嗜睡严重。第5大疾病，糖尿病与血糖波动。糖尿病对睡眠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如果血糖控制不佳，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会导致渗透性利尿，也就是尿液增多、夜尿频繁，从而打断睡眠。另一方面，很多糖尿病患者在夜间容易发生低血糖。夜间低血糖非常危险，身体为了自救，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来提升血糖。而肾上腺素的飙升会让你突然出冷汗、心跳加速、心慌惊醒。如果你经常在凌晨3、4点醒来，且伴有出汗、心慌、饥饿感，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夜间低血糖，建议测一下凌晨的血糖，并及时调整降糖方案。除了这5大西医角度的疾病，我们再来从补充视角看看中医和营养学是如何解释凌晨早醒的。很多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中医的养生智慧，那我们就从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来剖析一下。中医认为，人体的气血在12经脉中是按照时辰循环运行的，不同的时间段对应着不同脏腑的值班时间。如果你在特定的时间点总是醒来，往往暗示着对应的脏腑出了问题。如果你总是在凌晨1点到3点丑时醒来，这个时间段是肝经当令，也就是肝脏最活跃，进行自我修复和排毒的时间。中医讲，肝藏血，血摄魂。如果平时经常生气、郁闷，导致肝火旺盛，或者年纪大了，肝血不足，无法滋养心神，就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失眠、多梦、易醒。这类人往往还伴有口苦、肋骨两侧胀痛、眼睛干涩等症状。如果你总是在凌晨3点到5点寅时醒来，这个时间段是肺经当令，肺主气，司呼吸，负责将气血输布到全身。如果肺气不足或者肺热、肺燥，气血分配就会出现问题，身体为了自救就会把你唤醒。这类人醒来后往往觉得胸闷、气短，或者伴有咳嗽，甚至出虚汗。如果你是在凌晨5点到7点卯时醒来，这是大肠经当令，相对来说是正常的，因为身体在准备排便了。但如果是被腹痛或腹泻憋醒，则说明肠道有湿热或受寒。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凌晨早醒可能与体内缺乏某些关键营养素有关，比如缺乏镁元素。镁被称为大自然的镇静剂，它能帮助放松肌肉和神经，调节褪黑素的生成。缺乏镁的人，神经容易处于紧绷状态，难以维持深度睡眠。再比如，缺乏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也会影响血清素的合成，而血清素是褪黑素的前体物质。此外，如果晚餐缺乏色氨酸，比如没吃适量的优质蛋白或碳水化合物，大脑就没有足够的原料来制造睡眠激素。讲了这么多原因和疾病，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一觉睡到天亮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5个非常具体可执行的日常改善建议，建议大家点赞收藏或者转发给家里的长辈，今晚就开始照着做。第一招，重塑生物钟，巧用光照疗法。很多老人的生物钟是紊乱的，我们要重新设定大脑的睡眠开关，怎么做呢？首先，
固定起床时间，不管你昨晚几点醒，睡了多久，每天早上必须在同一时间起床，周末也不例外。其次，白天多晒太阳，早上起床后尽快拉开窗帘，或者去户外散步30分钟。明亮的自然光进入眼睛，会抑制白天的褪黑素分泌，让你清醒。同时，它会在大脑里设定一个定时器，告诉身体14到16个小时后该分泌褪黑素了。白天光照越充足，晚上的褪黑素分泌就越旺盛。第二招，饮食与营养的精准调整，晚餐吃7分饱，尽量在睡前3小时吃完，给胃肠道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避免胃食管反流。睡前2小时尽量不喝水，减少夜尿。如果晚上实在饿，可以喝半杯温热的牛奶，或者吃一小把核桃、1根香蕉，这些食物富含色氨酸和镁，有助于安神。下午3点以后，绝对不要碰咖啡、浓茶和奶茶。记住，酒精是睡眠的杀手，睡前坚决不饮酒。第三招，打造洞穴般的睡眠环境。卧室要尽量做到全黑、安静、凉爽，换上100%遮光的窗帘，或者戴一个舒适的眼罩。如果环境有噪音，可以尝试播放一些白噪音，比如下雨声、海浪声，或者使用风扇的声音来掩盖突发噪音。卧室温度不要太高，稍微凉爽一点的环境，大约20到22度，更有利于核心体温下降，从而促进入睡和维持深度睡眠。第四招，白天增加活动量，但睡前要降温。白天不要一直坐着看电视，下午3点到5点之间进行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走、太极拳、游泳。运动能增加身体的睡眠驱动力，让晚上的深度睡眠增加15%以上。但是睡前3小时内不要做剧烈运动，否则会让核心体温升高，交感神经兴奋，反而睡不着。睡前可以做一些轻柔的拉伸，或者用温水泡脚15分钟，让血液流向四肢，帮助核心体温下降。第5招，心理建设与478呼吸放松法。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把闹钟转过去，手机放远一点，告诉自己醒着也是休息，只要我躺着放松，身体同样在恢复。如果脑子里乱糟糟的，可以尝试著名的478呼吸法，闭上嘴，用鼻子吸气，默数4秒，憋住呼吸，默数7秒，然后用嘴呼气，发出呼的声音，默数8秒，循环做4次。这个方法能强行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心跳慢下来，帮助大脑从焦虑状态中脱离出来。最后，我要做一个重要的总结和免责提醒。睡眠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今天分享的这些日常调整方法，对大多数生理性或轻度失眠的朋友非常有效。但是，如果你的早醒伴随着严重的打呼噜、憋气、胸痛、心慌、极度消瘦，或者通过自我调整1-2个月后依然没有改善，请一定要及时去正规医院的睡眠科、呼吸科或神经内科就诊。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随便买安眠药吃，安眠药只能治标，掩盖了真正的病因，还可能带来依赖性和副作用。好啦，朋友们，今天的健康科普就到这里。睡眠是我们身体最好的补药，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凌晨早醒这个信号，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如果您觉得这条视频对您有帮助，请务必给我点个赞，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您一般凌晨几点醒，您有什么改善睡眠的小偏方，我们一起在评论区交流探讨。也请大家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您的父母、伴侣和身边的朋友，把健康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祝大家今晚都能拥有一个甜美的深度睡眠，一觉睡到自然醒。拜拜。